村民们在酱菜场院子里手里攥着分红款，笑得合不拢嘴。哈哈，大家都发财了。林建军站在人群中，眼神闪烁，嘴角下垂，神情不满，看着别人手里拿的钞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心酸。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厂里的支持和付出，希望来年我们继续共同发展。各位叔伯婶子，咱们厂拿下了全县12家连锁，今年的分红比去年翻了1倍，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好日子。春燕了不起，咱们村老闺女。人群里，28岁的林建军挤在前面，脸上堆着笑，跟着鼓掌，可眼神里却藏着一丝阴翳。他身边的老婆刘梅，也就是厂里的会计，悄悄碰了碰他的胳膊。作为厂里的会计，刘梅时刻关注着丈夫的一举一动，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一下子拿下那大单。姐，你真厉害，一下子拿下这么大的单子，以后我跟着你，肯定能吃香的喝辣的。姐，你是我亲弟弟，姐当然想着你。你在厂里好好干，别总想着投机取巧。知道了，姐。他看着林春燕转身去车间的背影，一个女人家占着这么大的场子，真当自己是人物了。包间门反锁着，林建军坐在桌子对面，面前坐着的是隔壁村酱菜厂的老板王大海，林春燕斗了好几年的死对头。王大海给林建军倒了杯酒，建军，想不想当厂长？想不想赚大钱？不用再看你姐的脸色。林建军眼睛瞬间睁大，往前凑了凑。王老板，你有话直说，只要能让我出人头地，我什么都敢干。痛快。这里面是5万块定金，你把你姐那祖传的酱菜配方偷出来，再把厂里的老师傅、大客户给我带过来。事成之后，我给你厂子20%的股份，让你当副厂长，比在你姐那受气强100倍。成交！我姐心软，对我没防备，配方我肯定给你到手。夜色沉沉，林建军眼里的贪婪藏都藏不住。亲弟弟的背叛才是最致命的刀。老公，王大海真的没骗咱们，这5万块都快干上咱们俩在厂里干1年的工资了。林建军的还有假？王大海早就看林春燕不顺眼了。王大海死对头的名字第一次被林家军当面点破。咱们俩里应外合，把配方弄到手，以后咱们就是人上人，再也不用看林春燕那个臭脸色了。可那是你亲姐啊，咱们这么干，要是被发现了，全村人都得戳咱们几两骨。再说了，春燕姐对咱们保安房结婚的房子还是给填的钱。你懂个屁！她那是打发叫花子呢，给点小钱就让咱们给她当牛做马。她一个女人，凭什么管着这么大的厂子？凭什么全村人都捧着她？那祖传配方本来就有我林家1半的份，我拿我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行，老公，我听你的。我是厂里的会计，办公室的钥匙我有，我能找机会支开办公室的人，你趁机进去偷配方。不过春燕姐把配方看得很紧，平时都锁在她办公桌的保险柜里，咱们怎么弄？她对我没防备，后天是她生日，我找个借口给她庆生，把她灌醉。保险柜的密码她肯定有嘴，实在不行我就趁她去车间的时候找开锁的过来，神不知鬼不觉。好，就这么干。等咱们拿到钱，就去城里买房子，再也不待在这穷村子里了。姐，后天你生日，我跟刘梅商量了，在镇上的饭店给你摆一桌，好好给你庆庆生。你这1年到头为了厂子太辛苦了。你有心了，姐还以为你忘了呢。行，就按你说的办。姐，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对了，建军，
你最近多盯着点车间的发酵工序，那是咱们酱菜的核心，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建军，这批货你可得盯紧了。知道了，姐，我肯定盯紧了。亲情的面具之下，早已是千疮百孔的贪婪。春燕，生日快乐！对，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来，干了这杯。春燕，你今天真漂亮。必须的，再来一杯。对，敬我们的还行。这孩子总算知道心疼人了。姐，祝你越来越年轻，厂子越做越大。谢谢你们。姐，我敬你一杯，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以后我们肯定好好跟着你干。林春燕心里高兴，加上是亲弟弟和弟媳敬酒，不好推辞，一杯接一杯的喝，很快就有了醉意。姐，你那保险柜里除了配方还有啥值钱的东西啊？天天锁得那么严实，我都没见过里面啥样。还能有啥？就是祖传的配方，还有厂子的合同，密码是你外甥的生日，好记。林建军和刘梅对视一眼，眼里都露出了得劲的笑容。刘梅拿着办公室的钥匙，悄悄打开了门，身后跟着林建军和一个戴着帽子的开锁师傅。981216，试试。找到了，小心点。是什么？这是林家祖传的酱菜配方。太好了，里面正是写着林家祖传酱菜配方的泛黄信纸，从原料配比到腌制步骤写得清清楚楚。快点，到手了！终于到手了，林金军激动的手都抖了，赶紧把配方揣进怀里，又把红布包放回原处，把保险柜锁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快走！刘梅催着，几个人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办公室，锁好了门，消失在夜色里。林春燕酒醒之后，头疼的厉害，还是照常去厂里上班。笑着说，他完全没察觉，自己视若性命的祖传配方已经被自己最亲的弟弟亲手送到了死对头的手里。林春燕，林春燕，你做梦也想不到，就是我王大海的啦！按这上面的来，今夜出第一批货。王大海立刻召集厂里的工人，按照偷来的配方，连夜开始生产酱菜，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飞黄腾达的样子，完全没意识到，他偷来的只是一张没有灵魂的废纸。你以为的万无一失，不过是别人早就布好的局。你釜底抽薪，挖人抢客户。张师傅是林家酱菜厂的老技师，跟着林春燕干了10几年，一手腌制手艺出神入化。张叔，我来看您了。张师傅愣了一下，俊君，你怎么来了？有事？张师傅抬手示意他坐下。张叔，我就直说了，我现在跟隔壁村王老板合作了，他给我开了副厂长，我想请您过去我们厂干，工资给您翻1倍，年底还有分红，比在我捡的强多了。师傅，我只是觉得王大海的建议也有可取之处。俊君，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春燕待咱们全村夫妇，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跟王大海混在一起？你对得起你姐吗？张叔，话不能这么说，我姐一个女人家，厂子早晚要垮。王老板说了，等我们拿下全县的市场，以后您就是厂里的技术总监，一辈子不愁吃喝。您跟着我姐一辈子就是个干活的，有什么意思？对了，李师傅和赵师傅已经答应跟我干了，就差您了。张师傅愣住了，他没想到跟了林春燕10几年的老伙计竟然也被挖走了。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被翻倍的工资打动了，咬了咬牙，行，我跟你干！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王总，这杯我敬您，预计祝合作成功。俺王总海量，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王总说的对，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好，干！各位老板，大家都知道，林建军举着酒杯对着众人说，林家酱菜的配方现在我们王老板手里。我们厂生产的酱菜跟林家酱菜一模一样的口感。台下瞬间炸开了锅，经销商们纷纷议论起来。真的假的？一样的配方，价格低30%。
那肯定选你们的，谁不想多赚点钱？各位放心，我们的货3天之内就能送到，保证跟林家酱菜的品质一模一样。要是有任何问题，我王大海全权负责。现在签合同的老板，我们还能再让5个点的力，重力之下，经销商们纷纷抢着签合同。原本跟林春燕合作了多年的老客户，一半都当场签了约，转头就给林春燕的厂里打了电话，取消了后续的订单。好的，我知道了。林春燕接完最后一个取消订单的电话，手里的笔猛地掉在了桌子上。短短1天，厂里一半的大客户都取消了订单。车间里3个最核心的老师傅也没来上班，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厂长，不吼好了！隔壁王大海的厂子推出了跟咱们一模一样的酱菜，价格比咱们第3强了。还有张师傅、李师傅、赵师傅说上班了。林春燕的脸色瞬间白了，她猛地站起身，快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直奔保险柜。当她打开保险柜，看到里面的红布包，还松了口气。可打开红布包的瞬间，她的瞳孔骤然收缩。里面的配方信纸虽然还是原来的样子，可边角的折痕明显被动过了，配方被人看过了，甚至被抄走了。林春燕猛地抬头，眼里满是不敢置信。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弟弟林建军。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林建云走了进来，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讨好，只剩下一脸的得意和嚣张。建军，配方是你偷的，人是你挖走的，客户也是你抢的。是我干的，姐，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配方是我拿的，人是我挖的，客户也是我签的。怎么了？我是你亲姐，给你开高工资买房子，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少跟我提良心！祖传配方是林家的，这厂子本来就该有我一半，我能赢得天经地义了。姐，事到如今我们也不装了，厂里账目我都清清楚楚。你要是识相，就把厂长位置让出来给建军，不然我们就去镇上举报你挪用村集体的钱。建军，你个混账东西！你姐待你不薄，你竟干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对得起死去的爹妈吗？老支书，您就别多管闲事了，这是我们林家的家事，我跟我姐争家产，跟你没关系。现在林春燕把厂子搞得订单没了，马上就要黄了。只要你们选我当厂长，我保证大家有活干，有钱赚。对，选建军当厂长，让林春燕下台。林建军，你想当厂做梦？这厂子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我就是让它黄了，也绝不会交到你这种白眼狼手里。各位村民，今天召集大家来就一件事，林春燕经营不善，把咱们村的酱菜厂搞垮了，订单没了，客户跑了，老师傅也走了，厂子马上就要停工了，咱们全村人的生计都要毁在他手里了。台下瞬间议论纷纷，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脸上露出了慌张的神色。按照咱们村的规矩，厂长要是干不好就得罢免，我提议罢免林春燕的厂长职位，由我来担任新厂长。我把家的分红只多不少，罢免林春燕，选林家厂。大家别听建军胡说八道，厂子出问题就是他吃里扒外，偷了配方，挖了人，他就是个白眼狼帮。你们选他当厂长就是引狼入室啊！老东西，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今天这事儿必须有个结果。大家闭嘴，大家投票，投票。就在这时，林春燕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林建军，你想罢免我，先问问大家同不同意？各位叔伯婶子，咱们的酱菜厂是我拿着祖传配方挨家挨户借钱，一口坛子一口坛子腌出来的。这5年，我带着大家从几间破瓦房做到全现在的酱菜厂，家家户户盖了新房，孩子上得起学，老人看得起病，这些大家都忘了吗？现在厂子出了点问题，是因为我亲弟弟偷了我的配方，挖了我的人，你们选他当厂子都卖给王大海，让大家喝西北风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建军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差点被他骗了，他就是个白眼狼，怎么能选他当厂长？
林春燕，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你拿不出订单，厂子就是要黄了。你说什么都没用。林建军，你以为偷了一张废纸就能赢我了？我告诉你，游戏才刚刚开始。你和王大海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深夜，酱菜厂一片漆黑，只有保密发酵车间亮着灯。车间内，林春燕和陈师傅站在10几个密封的发酵缸旁。成了。春燕，你早就料到建军会偷配方了。陈叔，我这个弟弟眼高手低，贪得无厌，我早就防着他了。我放在保险柜里的那个配方根本就不是完整的。祖传配方最核心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纸上的原料配比。这坛母料是我爹传下来的，已经传了3代了。每一缸酱菜都要加上一点这个母料，才能发酵出咱们林家酱菜独有的味道。还有发酵的工序，春天和秋天的温度不一样，封缸的时间就不一样，雨天和晴天翻缸的次数也不一样。这些我从来都没写在纸上，只记在我自己的脑子里。怪不得我说王大海拿着配方，怎么可能做出跟咱们一样的酱菜？原来何心这小子偷了张废纸还当宝贝呢。不止这些，我放在保险柜里的配方，我还特意改了2个原料的配比，糖的比例多了1成。按照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酱菜，不仅口感不对称，还很容易变质，放不了半个月就会发酸发臭。高，实在是高！春燕，你这一手真是绝了！王大海和建军这次要栽大跟头了，就让他们尝尝自己种的苦果。春燕啊，你可真是吓死叔了！原来你早就布好局了，叔还以为咱们厂子真的要完了。老支书，您放心，这厂子是我带着全村人一点点做起来的，我绝不会让它毁在白眼狼和外人手里。这段时间，我就是要让他们得意几年。王大海拿到假配方，肯定会大批量生产。等他的货全铺到超市里，出了问题就是他破产的时候。而我们趁着这段时间，用真正的配方，加上我新研发的口味，做一批升级款的酱菜。等王大海翻车的时候，我们直接杀回去，不仅要夺回全县的市场，还要拿下前市的商超订单。林春燕看着窗外的夜色，眼神笃定，充满运筹帷幄的自信。她拿起笔，在新的厂房规划图纸上画着，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你以为我走投无路？其实我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王大海的酱菜厂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碌的工作，一车车酱菜被拉出车间，贴上商标，准备运走。好，太好了，咱们就拿下了全县70%的酱菜市场。林春燕那个娘们儿现在肯定哭都找不到地方。王老板，我早就说了，有我在，林春燕根本不是对手。现在厂子这么红火，你答应我的20%的股份还有分红，什么时候给我啊？建军啊，你放心，少不了你的。等咱们彻底把林春燕的厂子搞垮，垄断了全县的市场，股份和分红1分都不会少你的。现在你就是咱们厂的副厂长，整个厂子除了我准你说了算。王老板，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帮你把林春燕彻底踩在脚下。那不是林建军吗？开着新车回来啦！乡亲们，大家好啊！我现在是副厂长了。以后大家想找活干，想赚钱就来找我，跟着我，保证比跟着林春燕强100倍。建军真有本事，年纪轻轻就当上副厂长了，就是比春燕厉害多了。当初我们就说建军肯定能成大事儿。林春燕，她也就这点本事，用不了多久，整个镇子酱菜厂都我说了算。几个没有上前奉承的村民看着林建军的背影，眼神中流露出鄙夷和不屑。
但没有作声。林建军对此毫无察觉。张师傅带领工人们在腌制酱菜，他舀起一点尝了尝，立刻紧紧皱起了眉头。张师傅找到林建军，脸上带着困惑和担忧。副省长，不对啊，咱们按照配方做出来酱菜，口感跟林家的完全不一样，发苦还有点涩，根本不是那个味儿。而且这才腌了半个月就发酸了，是不是配方有问题啊？能有什么问题？这可是林家祖传的配方，我亲手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还能有假？肯定是你手艺不行，没掌握好火候。敢蘸酱，赶紧按照配方好好做，别耽误了交货。出了问题，你担得起责任吗？出去！林建军把张师傅赶走。张师傅无奈地回头看了一眼酱菜坛子，眼神中充满了忧虑。快点，快点，动工动起来！货车在外面等着呢。工人们在王大海的催促下，拼命加快生产。本应发酵1个月的酱菜，半个月就出钢装车，一车车货被不断送出工厂。得意地看着一辆辆货车驶出工厂，脸上露出幻想自己成为大老板的笑容，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觉。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你们这酱菜什么玩意儿啊？买回才3天就放在家去了，放半天也没事，你这才几天就坏了，是不是吃过钱了？退货，必须退货！我马上处理。你们看看，全发霉了。王大海，你给我放的什么破酱菜？全部的退着！按照合同，你必须给我们10倍赔偿，立刻阿杀！王老板，你的酱菜全坏了，必须退货！王大海，你这是诈骗！用假配方做劣产品，我们要去工商局举报你！完了，全完了！王老板，怎么回事啊？所有的超市都要退货，还要咱们赔偿，金箱也都要解约，这到底是怎么了？你给我闭嘴！怎么了？你还好意思想了？是个废纸，是个废纸！不可能！这配方我亲手从我姐保险柜里拿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按照这个配方做成酱菜，全他妈变质了？林初燕那娘们儿早就给你挖好坑了，你偷的就是个假配方。现在好了，货全砸手里了，超市要10倍赔偿，银行催款，我他妈要破了，全都是你害的！可能怎么会这样？我姐她竟然骗我！因顾客大量投诉，现依法的。偷来的东西，终究要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林建军，这事全是你惹出来的，所有的损失都该由你来承担。王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后果你必须负责。王大海，你说什么？当初是你让我去偷配方的，是你让我挖人抢客户，现在出了事，你想全推给我？不然呢？是你给我的假配方，才导致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了几百万。你不承担谁承担？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答应你的股份和分红1分都没有，你还得赔偿厂子损失。王大海，你太不讲理了！当初是你给我们钱，让我们去偷配方的，现在出了事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我翻脸不认人，你们俩拿个假配方来骗我，害得我倾家荡产。我没让你们赔钱，就已经够仁慈了。赶紧给我滚，滚出我的厂子！王大海，你个爸，你耍我，我跟你拼了！林建军，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一个自己亲姐都能背叛，还想跟我谈条件？我告诉你，要不是爱，还有点用了，赶紧给我滚！再敢在这里闹事！老公，咱们怎么办啊？钱没赚到，工作也没了，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林建军，你个骗子！说好了给我们高工资，现在厂被查封，我们工作也没了，我们家……老公，咱们现在怎么办啊？姐，我错了，你开门见见我吧。姐，我是被王大海那个王八蛋蛊惑的，我一时糊涂再犯了傻事，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姐，我们走投无路了，你是建军亲姐姐，不能不管我们。活该！偷配方的时候咋不会想是亲姐弟？春燕啊，再怎么也是亲弟弟，给个机会吧。春燕，他们就在门口跪着，一直闹也不是办法，村里人都看着呢。不见，当初他们偷配方挖我墙角，联合外人搞垮厂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我留一点情面？现在走投路了，想起我这个姐姐了，晚了。
林金军，我问你，当初你偷我配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你亲姐？姐，你终于肯说话了。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原谅你？你挖走我的老师傅，抢走我的客户，让厂子濒临停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厂子是全村人的生计，是我带着大家一口坛子一口东经验出来的？那当主权女人不配当厂长，联合万人要罢免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血浓于水？姐，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机会，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要。从你们把配方交给王大海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姐弟情分就断了。你们走吧，别再跪着了，没用。心软。林春燕，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春燕，咱们这升级款的酱菜口感比原来的还好，还加了香菇、竹笋2个新口味，保质期也延长到了1年，肯定能大卖。陈叔，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王大海把市场搅乱了，咱们就要用最好的产品，把属于咱们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拿回来。春燕，超市那边都联系好了，全县的连锁超市都愿意跟咱们重新合作。好，之前的给咱们最好的货架位置，之前的晋升央也都纷纷打电话过来，要跟咱们签合家合作了。3天之内，咱们的升级款酱菜要铺满全县的所有超市和市场。就是我吃林家的酱菜吃了10几年了，还是这个味道正宗。林酱菜的厂长是个实在人，用料也是稠啊，林家价格也公道，以后就买林家的了。短短1上午，超市里的林家酱菜被抢购一空，超市经理焦急地给厂里打电话催补货，经销商们抢着签合同，订单在海像雪片般飞来，订单像雪片般飞来，酱菜厂申祥县24小时不停运转。短短1周，林家酱菜重新夺回生化江神，将王大海的产品彻底挤出市场。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林家酱菜的厂长林春燕。我们林家酱菜传承3代飞机手艺，坚持匠心制作，每一瓶酱菜都经过36道工序，90天自然发酵，保证口感和品质。今天我们不仅带来了升级款的传统酱，还带来了针对年轻人研发的低前切布和低脂轻盐系列酱菜，适配各种消费场景。现在我正式宣布，林家酱菜正式进军全市市场，和全市18家连锁商超达成独家合作国。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林厂长，你们林家的酱菜制作工艺传承了3代，有完整历史脉络，独特的制作技艺，还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完全符合相机非粉主义人产的申报标准。王主任，这门手艺是我爹传给我的，也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不想让它毁在我的手里。申请飞飞不仅是为了保护这门手艺，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到传统菜的制作工艺，把它传承下去。你说的太对了，我们马上就组织专家评审，尽快给你审批下来。而且以你们这个工艺的价值，完全可以继续申报市级、省级非遗。林厂长，您委托我们申请的林家酱菜制作工艺的发明专利，还有外观设计专利，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所有的资料，明天就可以提交给国家专利局。只要专利申请下来，以后任何人未经您的允许私自使用您的配方和制作工艺，都是侵权行为，我们可以直接起诉，要求对方赔偿巨额的违约金，追究对方的合法能力。春燕啊，还是你想的周到，申请了非遗和专利，以后就再也不怕有人偷配方了。谁要是再敢打咱们配方的主意，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林家酱菜制作工艺正式通过专家评允，列入县级非遗目录，并被推荐列入市级非遗。太好了，谢谢，恭喜，这是你们的荣誉，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春燕太厉害了，咱们村的酱菜都成非遗了，以后咱们的酱菜就是有身份的了，再也不怕别人偷了。跟着春燕干，咱们的日子肯定会越越红火。上午，法院正在拍卖王大海的酱菜厂，现场寥寥无几，起拍价80万，一片安静，没人举牌。法院工作人员准备宣布流拍，林春燕举起了手里的牌子，不80万。全场瞬间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春燕身上。坐在角落里的王大海猛地抬了致信，80万，恭喜买受人林春燕女士成功竞得该标道。林春燕，你什么意思？你故意来看我笑话的是不是？我就算是厂子烂掉，也不会卖给你。王大海，这是法院的拍卖，公平公正，价高者得。你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厂子被拍卖是你咎由自取，跟我没关系。当初你联合我弟弟偷我的配方，挖我的人，抢我的客户，用劣质产品搅乱市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你欠我的，欠全县跟消费者的，现在该还了。春燕，这厂子可真大，比咱们原来的厂子大2倍。是啊，对，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干。有了这个厂子，咱们的产能就能翻3倍。是啊，不仅能满足全市的订单，
以后还能卖到全省，甚至全国。没错，这个厂子我们要改造成标准化的生产车间，专门生产新研发的轻盐低脂系列酱菜，主打年轻人市场。原来的老厂继续生产传统肥一酱菜，2条生产线并行，把咱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原来厂里的工人除了那些跟着王大海干坏事的，只要愿意好好干活，遵守厂里的规矩，我们都可以接收，给他们安排工作，不能让他们丢了饭碗。晚上，全的村民聚在一起举手表决，全票通过了收购新厂子和扩大村集体股份的决定。村里们的纷纷欢呼。我们都跟着你干，我们就怎么干。春燕，我们都跟着你干，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支持你。对，跟春燕走。好，加油。顶级，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们现在身无分文，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租的房子也到期了，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求求您帮我们跟我姐说说情，让她原谅我们，给我们一次机会吧。老支书，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我们肯定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再也不敢干坏事了。您就帮帮我们吧，除了您，没人能帮我们了。行了，起来吧，我去跟春燕说说，看看她能不能松口，给你们个机会。但是丑话说在前面，春燕要是不答应，我也没办法，毕竟你们干的事儿太伤她的心了。春燕啊，再怎么说，建军也是你亲弟弟，一母同胞，血浓于水啊。他就犯再老错了，也受了惩罚了，也该就是啊，春燕，他现在知道错了，也受到惩罚了，你就原谅他吧，总不能真的看着他流落街头不管不顾吧？传出去，人家也会说你这个姐姐无情无义，行不行？你就给他安排个活干，让他在厂里好好干活，赎罪，行不行？各位长辈，谢谢你们来跟我说这些。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心，但是这件事不是我不给他机会，是他自己把所有的机会都做没了。他偷配方、挖人、抢客户，联合外人搞垮厂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是我亲弟弟？有没有想过全群人的生计要吃？但是想领口厂制，想碰核心的东西，不可能。各位长辈，你们不用再劝了。3天后村里开全体村民大会，这件事儿我会给大家交代，也给林金一个交代。各位叔伯，跟大家说个事儿，过几天我就要回厂里上班了，我姐已经答应了，原谅我了，以后我还是厂里的副厂长，大家以后多多关照啊。林建军，这场游戏该结束了。装出来的忏悔永远掩盖不了骨子里的贪婪。大院里挤满了全村村民，连隔壁村的人也跑来看热闹。台上，林春燕坐在中间。今天召集全村人来开这个大会，主要是2件事。第一件是咱们村酱香树和马厂子拿下了全市的商超订单，以后咱们村的分红会再翻1倍。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林建斌的事儿，之前建军干了对不起村子、对不起他姐姐的事儿。现在各位叔伯婶子，我林建军之前为一傻糊涂，干完大不清人的事，背得起我在这里给大家赔罪了。这段时间我吃了无数的苦，也彻底反省了。我知道自己错了，错得离谱啊！我对不起我姐的养育之恩，对不起全村人的信任。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只要我回厂里干活，我一定洗心革面，好好干活，拼命赎罪，再也不敢干任何对不起村子、对不起我姐的事了。求求大家，求求我姐队，给我一次机会。林建军，你说完了？姐，我说完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我看你是走投无路了，不是知道错了。监控录像显示林建军和刘梅深夜偷配方，他和王大海密谋搞垮酱菜厂的聊天记录、录音和转商记录。全场安静，所有人瞪大眼睛，浑身发抖，话筒掉在地上。林建军，你告诉我，这里面的人是不是你？这些事是不是你干的？各位叔伯婶子，大家都看清楚了，这是他所谓的一时糊涂，所谓的被蛊惑。他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想偷配方，想把厂子占为己有，想把咱们全村人的生计卖给外人。他拿着咱们全村人的饭碗去我治理华府贵，大家说能不能原谅他？能不能让回干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根本就不是被蛊惑的，就是他自己处心积虑干的。这种白眼狼根本不配在咱们村子里，还想回厂里干活，做梦！忘恩负义的东西，差点把咱们全村人的饭碗都砸了，绝对不能原谅他！滚出村子，让他滚出咱们村！背叛者终将被所有人唾弃。滚出村啊！滚出村啊！我们是无辜的！滚！
林建军、刘梅，你们二人吃里扒外，背叛村子，偷取集体资产，联合外人损害全村人的利益。按照咱们村的村规民约，经村委会和全体村民大会表决，全票通过，将你们二人逐出咱们村子，收回村里分给你们的宅基地和田地，永远不许再踏咱们的一步。好，早就该把他们赶出去了。这种白眼狼不配待在咱们村子里。林春燕，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亲弟弟，你凭什么把我赶出村子？这村子也有我的份。凭什么？就凭你干那些事儿，差点毁了全村人的生计，差点让家家户户都喝西北风。这村子是大家的村子，容不下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叛徒。我是你亲姐姐，当初你联合王大海想把我踩在脚下，想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是你亲姐姐？现在你没资格跟我提姐弟情分。把他们两个人的东西全部收拾好，送出村子，以后不许他们再踏入村子半步。要是敢硬闯，直接报警处理。白眼狼，忘恩负义！对不起，求大家原谅我们吧。开门放我进去！林春燕，你个贱人！不判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啊？村子回不去了，厂子也没了，咱们真的无家可归了。后来有人说，在县城的工地上看到林建军在搬砖，干最苦最累的活，勉强糊口。也有人说，他们两口子去了外地，再也没有音讯。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贪婪的人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